PLTR 快要70块了，该卖掉吗？还是应该要继续持有呢？嗨，我是小胖，你也可以叫我小邦。最近一大堆人来问我 PLTR 该不该卖掉。大家都知道 PLTR Q3 财报非常的好，网络上查到这些资讯，很多网红也分享过了。所以今天这集影片呢，我就不多讲财报的部分了。这集我决定多聊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，深入聊聊为什么 PLTR 可以涨这么多，以及它未来会不会持续成长。影片最后我也会跟你分享我把 PLTR 卖掉的原因。如果你持有 PLTR 股票，那就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哦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聊一下为什么这几个月 PLTR 可以涨这么多。原因有2个，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加入到标普500指数嘛。那除了进入到标普500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第2个原因，它财务状况一直在成长，财务体质非常的好。相信大家都知道 PLTR 最新一届的财报非常的好，超过市场预期，也超过原本的指引。而推动财务成长的不外乎就是公司的本质，而一间企业本质的核心就是产品。站在商业的角度，如果一间公司的产品没有办法有效解决客户的问题或痛点，那客户自然不会想要买，营收自然也不会成长。相反的，一间企业的产品如果可以有效解决客户的痛点或问题，那客户自然就会买单。而 PLTR 的 AIP 这个产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当中呢， Palantir 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有提到说，比如说有一家大型的保险公司，这家保险公司透过 AIP 把承保的流程自动化，他们把承保的时间从2周以上缩减到3个小时以内。也就是说 PLTR 不只帮客户节省成本、节省劳动力，还帮客户带来了市场上的不对称优势，可以在竞争对手完成 15% 的流程之前就100%签了合约。还有一家提供铁路服务的公司，在短短的3个月内，透过 Palantir 的 AIP 平台，建立了一个能够带来超过3000万美金收入的一个作业流程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 Palantir 在上一季可以得到104笔超过100万美元的订单的原因。有一家瓶装水制造商、一家制药公司，还有一家农业软体供应商，在 AIP 训练营结束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就跟 PLTR 签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合约。PLTR 可以带着客户从雏形试验一路做到全面量产，而且呢是在节省成本、节省劳动力的情况之下去做到全面量产。这整个流程就让 PLTR 的美国商业客户有爆发式的成长，因为大部分的企业都想要用比竞争对手更短的时间、更低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利益。AIP 平台不只帮 PLTR 现有的业务扩大，它还吸引到了非常多的新客户，然后这些客户一签就是3-5年的长期合约，所以可以确定的是 Palantir 是有持续性收入的。而当这些客户对 PLTR 产品产生黏着度，他们就会继续签约。这也是为什么 PLTR 的 Rule of 40会一直成长的原因。就算未来有新的竞争对手出现，他们也不一定会更换产品，因为客户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、很多的金钱去更换新的产品，去适应新的系统。那只要更换转换成本过高，客户就不会换新产品，他们就会继续用 Palantir 的产品。所以我认为 PLTR 的护城河是非常高的。不过现在科技这么进步，尤其是 AI 领域这么的竞争，大家都想要在 AI 上面跑赢对手。那 Palantir 要如何保持这样子的竞争优势呢？虽然现在PLTR 护城河很高，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它永远都有这样子的竞争优势，没有人可以保证它可以永远第1名。但我认为有2个点可以完全显现出 PLTR 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。第一个点就是应用优势，第2个是差异化优势。PLTR 首席技术官就在这一次的法说会里面说到， AI 模型虽然一直在进步，但是差异越来越小，成本也越来越低。 AI 模型本身已经不再是竞争力的核心了，更重要的是应用做得好，你才有可能在这个 AI 战场上得到胜利。之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有说过嘛，他说 AI 真正的战场是在应用，谁能够帮助客户应用 AI 来达成他的目的地，谁就有绝对的优势。而 Palantir 提供的产品呢，就是让企业能够导入他们的 AI 产品之后，应用这个 AI 模型去帮助他们在营运上创造实际的价值，是真真实实的可以帮客户达到提高营运效率、降低营运成本跟提高获利的这个目标。从前面刚刚讲的那些例子，你应该也知道 PLTR 的应用是真的做得很好。至于第2个是差异化的部分， PLTR 的首席技术官之前就有提到，他们的 ontology 中文翻译叫做本体啦，这个本体呢可以把 AI 模型跟应用结合在一起，驱动 AI 在企业中的实际运作，这个是其他公司很难达到的差异化。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ontology 本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了。 ontology 是 Palantir 的一个系统，它是把数位世界，就是一些资料模型跟真实世界连接在一起，就有点像一个桥梁
羊一样，它可以帮助企业呢更清楚的去了解跟管理整个营运的状况。好，我知道这样讲没有人听得懂，我直接举个例子好了。假设今天你经营一间成衣工厂，你的工厂有很多的设备、产品、生产线、生产流程，还有一堆的客户订单，还有库存数量等等的，这些东西每一天都会产生很大量的数据，但数据跟数据之间非常的散乱，互相不认识。例如说，如果产线上某一台机器坏了，你得要花很久的时间去查是哪台机器影响哪些产品。那 POTR 的这个 Ontology 就可以帮你把数据串联起来，它会告诉你说，这台机器生产了哪一批产品，这些产品现在的库存有多少，有哪一些是已经对应到客户的订单了。那这样子一来呢，如果某一批订单出了问题，你就可以马上查到是哪一台机器故障了。这个在管理上面是不是快很多？那 Ontology 不只是看数据而已哦，它还可以帮你模拟可能发生的情况，甚至连解决方案都帮你想好了。比如说某台机器坏了，你可以用 Ontology 去模拟不同的调度方式，看是要用哪一种方法，还是用哪一台机器，可以把交货时间的影响降到最低。所以简单来说 Ontology 就是 Palantir 做到差异化优势的一个很关键的技术，而这个技术非常难被竞争对手超越，因为 Palantir 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10几年了。这就是 POTR 这几个月可以涨这么多的底层逻辑。在产品上面 POTR 可以做到应用优势跟差异化优势，这件事情就让客户对他们的产品爱不释手。那客户这么喜欢，自然就会买单，那客户买单就会推动销售，推高营收。另外呢，在这一次的法说会里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很有趣，有一个人提问说 Palantir 会继续投资新的人工智慧，也会继续做研发嘛？那 POTR 要如何平衡这些投资，同时又可以提高盈利能力，要怎么样同时做到这2项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超好，一方面是在问 POTR 它的研发支出会不会影响到最终的获利，另一方面呢是在试探 POTR 它的营收会不会持续成长。那 CFO 跟 CEO 的回答我也觉得很棒，他们回答呢除了拿出证据来说话以外，也完全展现出 POTR 的高度。首先 CFO 就直接拿数据出来讲嘛，他们 Q3 的营收比上一季增长了 30%， 营业利润率也已经连续8个季度都是上升的，现金流也非常的稳定，这一季的自由现金流调整后的利润率达到了 60%， 然后预计2024年全年的自由现金流会超过10亿美元，营业利润也会突破10亿美元。那当然 AI 的部分还是会继续投资的嘛，毕竟现在还是 AI 革命的开始的阶段而已，他们肯定是会大力投资的，这样才能抓住未来的需求。好，我总结一下 POTR CFO 讲的东西啊，他的意思就是看数据，我们的增长跟利润率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还会在 AI 领域继续的投资，未来的一定会更强的啦。那 CEO 呢就讲得更高大上了，他说很多公司都喜欢扩展到1万个客户，但其实那一些客户对于产品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。 Palantir 更重视的是建立少而精的客户，他们希望这些伙伴可以利用 POTR 的产品，然后去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。换句话说 Palantir 要的不是非常多客户，他根本不想要非常多的客户，他要的是去支持客户，然后让客户成为他们领域里面最厉害的人，让客户成为他们领域的龙头，而 POTR 就会是在背后默默支持这些龙头的工程。很明显 Palantir 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成为一个多知名的商业品牌，他们的目标是要打造出最顶尖的技术，然后去服务那一些在行业内最顶尖的客户。所以 CEO 也强调另外一点哦，他说我们不会为了增加营收而压低毛利率，或者是疯狂的去招募销售人员，而是更专注于深耕他们的产品，这个才是他们一直成长的动能。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POTR 会继续把他们的产品弄得更厉害，只有产品越来越好，客户才会继续买单，而客户买单，营收才会继续成长。这也呼应到今天影片开头我跟你讲的，一间公司股价的推动来自于它财务体质的提升，而财务体质的核心就是产品。当产品越来越符合客户的需求，获利就会越来越大，那获利越高就会推升股价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POTR 是一间不会为了短期利益、短期扩张去牺牲他们产品品质的公司，他们宁愿花时间与金钱去打磨产品，靠优秀的产品吸引到客户。好，那既然 POTR 产品这么优秀，财务状况这么好，一切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，那为什么我到底要把 POTR 卖掉呢？主要有2个原因啦。第一个原因是我已经赚到我满意的获利了。我要先说哦，我不是卖在最高点，所以我在把股票卖掉之后 POTR 还有上涨一段时间，不过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赚到我该赚的了，这样子就够了。投资最怕的就是一直在那边后悔，早知道就晚点卖了，早知道就早一点卖了，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。第2个原因是这些资金我有其他的用途，卖掉 POTR 的这些钱呢，我
我打算用在其他的地方。所以当时我卖掉 Pilotera 并不是因为 Pilotera 不好，相反的，我认为 Pilotera 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比我前几年预期的还要更好。未来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再继续投资这一家公司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喜欢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